脱下来。你说什么？我和竹马大婚之日，他竟让我脱下嫁衣换给他的表妹。魏华，把你的嫁衣脱下来换给晴儿。晴儿腹中已有胎儿，为保全她的名节，这婚你且先让一吧。等我找到孩子生父，再合理娶你不迟。乔家妹，这魏大小姐倒追了5年，终究还是抵不过宋晴儿的一滴眼泪。京城谁不知道她脸皮厚？这下可有的受。好，我让。多年的竹马情谊，5年的痴心追求，竟抵不过他表妹的一滴眼泪。这一切终究是我错付了。大胆！摄政王府重地，擅闯者死！烦请通传，问问你们王爷，送上门的娘子他要不要？后来我怀孕在身，听说南山寺保胎很灵，在亲自前往求签时，却在城门口遇到竹马和宋晴儿。刘叔，马儿渴了，暂歇片刻再出城吧。好嘞，夫人，老奴去给马喂口水。哟，这不是大婚之日跟人跑了的魏大小姐吗？怎么被人抛弃，眼巴巴回来求小钱爷了？哼，本侯早说过，他离不开本侯，只要勾勾手指，他自己就会连滚带爬的回来。可不是嘛，养条狗都未必如此忠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姐姐，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？身边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吗？瞧他穿的那般素净，身边就一个老车夫，怕是连买丫鬟的银钱都没了。当初闹着要嫁进侯府，如今却落得这般田地，真是丢尽了脸面。出门求婵，本就不想惹眼，特意穿的素雅，不想却被误会落魄至此。小侯爷给过他机会，他却不识抬举，可怜小侯爷一片痴心，至今身上仍带着他送的香囊呢。那是我绣的第一个香囊，不想如今他还陪着。修明，这是我第一次学绣花，你看这上面的并结莲绣的可还好？你看这针脚又密又粗，缝得跟个树皮疙瘩似的，本侯摸着都觉得刺手，带出去岂不是让全京城的公子哥笑掉大牙？这种丢人现眼的东西，以后别往本侯跟前送，看着就心烦。当初我们明明商议好了，可你却耍性子在大婚后离开，是你负了我。不过我念在过往情分上，给你一个向我赔罪的机会。晴儿过段时间要生了，府里正缺人，你既然回来了，就跟我们回去给孩子当奶娘吧。不必，我如今……修明，你怎么能让姐姐去府里做下人伺候我们的孩子？姐姐性子向来高傲，若是因此生你的气，和你生出嫌隙，我可就成你们之间的罪人了。不过见姐姐如今的模样，怕是没少在外面吃苦。若是无处可去，就来府里吧，我让人给你安排一间干净屋子。修明表哥已经将掌家大权给了我，有我在，定不会让旁人欺辱姐姐。不必。好了，晴儿如此大度，你就不要不识抬举了，大庭广众的，免得让人看了笑话。小侯爷和侯夫人当真宽宏重大，竟能允这种人入府，也就是他不识好歹，换做我早就磕头谢恩了。就是，他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，装什么清高。刘叔，走吧。魏华，你闹够了没？晴儿好意收留你，你却毫不领情，你何时变得如此心胸狭隘，不识大体？ 5年了，
我竟从不知他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。在大婚之日羞辱我的人是他，如今反倒怪我不识大体。大家快瞧瞧，这魏大小姐又摆出这副清高的样子给谁看呢？当年是谁成天跟在小侯爷身后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没名没分的追了5年，全京城谁不知道你就是小侯爷身边的痴傻小姑娘？他又是救过落水的我，又对我极好，我一颗心自然全部给他。华儿别怕，我会一直护着你的。寒冬腊月，他亲自顶着风霜上山，冻得手脚生疮，只为我采最艳的梅花。华儿，你看，这是山顶最艳的梅花，只有它配得上你。我患病在床，也是他东奔西走，寻访名医，才将我从鬼门关拉回来。治不好他，本侯要你陪葬！本侯救过你的命，为你采过花，为你寻过医，对你可谓是仁至义尽。如今让你给晴儿的孩子当奶娘，那是给你机会赔罪，你别不识好歹。小侯爷记性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此算个干净。当初那梅花枯了，那恩情在你让我脱下嫁衣的时候就还清了。刘叔，走吧，别耽误了正经事。魏华，你今日若敢走，日后便是跪在侯府门前磕头，本侯也不会再看你一眼。如今我有了自己的骨肉，有了属于我的家。萧秉和爱我，我知道，但他的爱比我想的要深得多，也重得多。这一撇要稳，华儿这次也有几分风骨了。王爷每日处理朝政已是繁忙，竟还要盯着臣妾念书写字，不怕御史台见你沉溺美色？这天下再大，也及不上华儿一字半目。这是西域刚送来的，尝尝。往后闲暇，本王便陪你踏遍这京郊河山。他是真的把我当成了掌上明珠般宠着。王爷尊位之躯，实在不必为臣妾做这些粗活。你是本王的王妃，是本王孩子的母亲，为你做这些是本王的福分。若有不适，立刻回府，莫要硬撑。凡事有本王在。王爷放心，臣妾有分寸。李修明，你当真以为我还会回头看你一眼吗？恭喜夫人，签文落定，此乃上级之诏，腹中胎儿定能平平安安。晴儿腹中是本侯第一个孩子，佛祖定要保佑他平平安安。修明表哥待我这样好，孩子定会平安的。小侯爷和侯夫人善良，腹中孩子必定有福。听说今日摄政王妃也会来寺中求保胎签。摄政王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满朝文武谁不想得他一句赏识？偏偏他时常外出巡游，脾气又冷，不好亲近。他宠妻如命，若能与王妃交好，让王妃替小侯爷在王爷面前美言几句，小侯爷日后还愁不得重用。若真能见到王妃，本侯自会好好结交。我如今有了身孕，想来能与王妃说上几句话，哥的前途也能顺些。他们想结交摄政王妃，真是好笑。姐姐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魏华，已经追到这里来了。我来求签。求签？你在城门口不肯跟本侯回去，转头又追到寺里来，莫不是后悔了？魏华，你这招欲擒故纵耍的也太拙劣了。小侯爷想多了。
姐姐，你该不会也是来求保胎签的吧？不可能，她还没嫁给我，哪里来的孩子？魏华，你若真后悔了，便好好同我认错，别再演这种欲拒还迎的恶心戏码。只要你愿意跟我回府，我可以当今日什么都没发生。侯爷自重，我确实有孕在身。你说什么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对表哥？你与表哥青梅竹马，满京城都知道你们情投意合。你走之后，表哥一直在等你，可没想到你却已经与人暗结珠胎。这个孩子是谁的？姐姐，你被人毁了清白，早些坦白就是，何必大着肚子可怜兮兮追着修明表哥到寺庙里来？你想要表哥你和腹中的孩子，你这般未婚先孕，行事逾矩，传出去只会惹人非议，白白毁了自己的名节。魏华，告诉本侯，那个奸夫是谁？小侯爷这话有趣，你分明已经另娶，如今又凭什么来管我的事？你若不说，本侯今日便将你沉塘，免得你败坏侯府名声。修明表哥，姐姐迟迟不肯说，定是有什么苦衷。姐姐，是不是孩子生父身份不堪，所以你才不愿开口？是走街串巷的走夫贩卒，还是不入流的游方郎中，亦或是流落街头的乞丐？乞丐啊！堂堂魏大小姐，竟跟了乞丐？难怪不敢说孩子生父是谁。你们快瞧他手腕上的那串佛珠！他手腕的佛珠怎么和传闻中摄政王为王妃求的那串那么像？这串珠子是他用命求回来的，那是我刚离开李修明后夜夜梦魇。花儿别怕，本王在这。主子，你已经跪了2个时辰了，膝盖受不住了。只要能为华儿驱散梦魇，便是跪断双腿又何妨？这是佛祖开过光的，往后本王省着你，佛祖也护着你。华儿，别再怕了。你做什么？这不过是一串普通佛珠罢了。摄政王何等身份，怎会给王妃求这种东西？魏华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，竟然冒充摄政王妃！看来你跟了那个乞丐之后，当真连一件贵重首饰都带不起了。你就算在这里磕破了脑袋，为你肚子里的孩子求什么大好未来，也是徒劳。他出生后一辈子顶多不过是个做下人的命。他如何咒我都无所谓，可咒我的孩子不行。本侯很快便能结交摄政王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你这样不干不净的女人，原本连进我侯府大门的资格都没有。不过本侯念在你从前对我一片痴心，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把这个孽种打掉，日后进府做个通房，本侯便不计前嫌。表哥，如今我还在孕中，你便要抬姐姐入门，怕是与你名声不利。姐姐，你别怪妹妹我说话难听，你离开这么久，又失了清白，在世人眼中恐怕已经是个没人要的下堂妇了。若是此时进府，定会遭到非议。不如你先做我腹中孩子的奶娘，等风声过去，我再求表哥将你抬为通房，如何？晴儿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听见了吗？晴儿如此替你着想，你还不赶快谢她？谅你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好物，便将那串佛珠退下来，给晴儿当谢礼吧。李修明，你当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以前将我做的东西送给宋青儿也就算了，这个佛珠绝不可能给她。魏华，别给脸不要脸！这是我的东西，谁也不能拿走。给脸不要脸！我的孩子，报！
不能叫摄政王看见我们与一个不干不净的妇人纠缠，先把他关起来。萧秉和，你疯了！摄政王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？哼！把他抬出去，绝不能让他出现在摄政王面前。秉和，救我！住手！你在做什么？王爷误会，只是一个下人晕倒，惊扰了王爷。是啊，王爷，不过是下人不懂规矩，我们这就将人带下去。华儿，萧秉和，不在。太医呢？让太医滚过来为王妃医治。王妃若有半点差池，本王要你们所有人陪葬。孩子，孩子会没事，你也会没事。王妃，真是摄政王妃！方才我们骂她什么来着？我们居然还说她跟了乞丐！不可能，魏华怎么会是摄政王妃？她怎么会嫁给摄政王？她明明那么爱我。秀明表哥，华姐姐如今既是王妃，我们绝不能得罪她。姐姐从前最听你的话，等她醒了，你好好同她说几句。她念着旧情，或许会替我们向王爷求情。表哥，都是你！什么？若不是你，魏华怎么会赌气离开？若不是你，她怎么会嫁给摄政王？明明是她自己不要脸，攀上了摄政王。闭嘴！王爷有令，任何人不得离开南山寺，等候查问。他真的再也不会回头了吗？上课。王爷，请让老臣诊脉。他方才腹痛，昏过去之前一直护着肚子。王爷放心，老臣会尽力。萧秉和，本王在。孩子，孩子在，你也在，你听见没有？王妃是受惊加上胎气受冻，暂时没有性命之忧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安静，不能再让她受半点刺激。孩子呢？胎心虽弱，却还安稳，只要及时用药，孩子能保住。开药。是。属下这就去抓药。派人去城中，把最好的安胎药材全部送来，安排最好的马车。喝完药，我亲自送王妃回府。是。这是好家伙！王妃需要静养，南山寺今日闭殿，不接香客。贫僧明白，已经让人清空偏殿附近。孩子，王妃，孩子安好，只是动了胎气。太医说只要静养，不会有事。安好就好。小侯爷真该庆幸您和孩子平安无事，否则他哪还有命跪在外头？他跪在外头。那日您昏过去后，小侯爷和宋晴儿当场吵了起来。后来李修明一时激动，推了宋晴儿一把，他当场动了胎气。李修明带人把他送回侯府后，宋晴儿早产，孩子险些死在他腹中。侯府上下乱成一团，谁也顾不上替他们求情。他拿腹中的孩子抢了我的婚约，最后却也落得这样的下场。王爷呢？王爷等太医确诊您无事后，才派人去了侯府。他派人去做什么？王爷的人当着侯府众人的面问李修明，为什么辱骂王妃，为什么纵容下人拖拽王妃，又为什么险些害了王妃腹中的孩子。侯府老夫人被惊动了。老夫人，从前他待我倒算和气，可大婚那日，他站在满堂宾客之间，也没有替我说一句公道话。老夫人听完整件事，又气又急，当场拿拐杖打了李修明一顿。后来他亲自修书给王爷，问您现在如何了，还说都是他的错，没能教养好孙儿，连累您受苦。他还说不敢求王爷和您宽恕，只是希望您看在过往情分上见他一面，给他一个带着小侯爷上门请罪的机会。
他不过是怕侯府被牵连罢了。王爷本不想答应，可老夫人态度诚恳，又提起他年少时与太后交好的情分，王爷这才松口，只说见不见要看王妃您的意思。王妃，太医说您要静养，他们现在在哪儿？就在外头等着。老夫人带着李修明来的，听说李修明被打得不轻，已经跪了许手，连头都不敢抬。这一桩孽缘也该了断了，扶我出去看看吧。不是让你好好歇着。王爷，我想见他们。你若不愿见，本王立刻让他们回去。有些话还是当面说清好。华儿想做什么尽管做，凡事有本王兜着。王妃，是侯府教养无方，才让这个孽障冲撞了您。今日老身带他来，不敢求您原谅，只求您给侯府一个赔罪的机会。跪好！修明，今日你亲自向王妃赔罪，你糊涂，你有眼无珠，你险些害了王妃和她腹中孩子，便是将你打死，也不足以抵罪。王妃，老身知道侯府对不住你，可你父亲在时也有几分情谊，老身从前也是真心疼过你，你便看在过往两家的情分上，网开一面，饶他这一回。奶奶，今日是我与修明的大婚，您快帮我说句话啊！华儿，修明既然这么说，定有他的道理。为了侯府的脸面，你便委屈些，先让与他吧。看见没，侯府上上下下可没一个人想替这倒贴货出头。之前羞辱我的时候，无人记得所谓情分，如今再提，不过是想让我心软罢了。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这一次我可以不追究李修明，但只此一次。从今往后，侯府与我再无旧情可炖。王爷，侯府库房已清点完毕，按您的吩咐，除留给侯府老夫人和下人的必要用途，其余家产尽数折银，捐去南山寺。是。让寺里继续记账，每一笔都报到王妃那里。是。王爷，侯府老夫人已经带李修明回府，李修明没有在闹，他最好学会安静。你又在替我出气。夜里风凉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只是想来告诉你，我没有怪你。他们伤了你，不能一句赔罪便算了。你会不会觉得本王做得太过？萧秉和，谢谢你替我和孩子出气。只要你和孩子平安，其他的本王都不在乎。王爷有令，除老夫人和府中下人的必要用度，其余尽数折银捐出。那可是侯府几代人攒下的家底，也是小侯爷险些害死王妃和孩子之后，侯府该付的代价。记清楚，不能动老夫人养老的那部分，剩下的一件也不许私藏。是。老人和孩子先来，不要推挤，每个人都有。是摄政王府捐的银子。王爷说替王妃和腹中孩子祈福。王妃有这样的福气，也一定会平安生产。让寺里继续施粥赠药，直到这批银钱用尽，若还有余下，全部记上账了。是。你总说自己只是替我出气，可最后救的却是城外那些无家可归的人。本王只是不想让他们的恶白白浪费掉可以救人的东西。这也是孩子收到的第一份福报，老天爷也一定会保佑我们的孩儿平安出生的。那便让他记住，别人的错不必由无辜的人承受，是他自己害了自己。从那后，我足足在榻上养了数日。萧秉和每日下朝，第一件事便是来我房中。王爷，奴婢来吧。退下。来，慢些喝。苦，吃颗蜜饯缓缓。苦得像把黄连整锅熬了。太医说了，再喝3日便好。王爷替我喝一半。不行。堂堂摄政王，连一碗药都不肯替王妃分担。本王若替你喝了，太医会再熬一碗。
王爷不必起身做这些，臣妾缓一会儿就好了。我是你的夫君，做这些也是理所应当的。你从前也这样照顾别人吗？本王没有别人，只这样照顾过你，以后也只有你。王妃胎相已经稳了许多，只要继续静养，便不会有大碍。有劳太医。睡吧，有什么时候事情随时叫我，我一直在。这是我挑了许久的玉，海棠是我最喜欢的花，你收好。知道了。多难看的玉，也不知放了多久。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，怎么会在萧秉和这里？你看见了？这东西为什么会在你这里？我捡的。在哪里捡的？那日我从宫中出来，路过侯府外的长街，看见李修明将这块玉佩丢进草丛里，我认得这是你的东西，便捡了起来。原本想还给你，可我去找你时，正好看见你和李修明站在一起。那时你看他的眼神还满是欢喜，我便没有上前。所以你一直留着他？我知道这样不光彩，可我很早便心悦你了。很早？10年前，我还在皇宫里被工人欺负，像狗一样蹲在假山洞里啃偷来的馒头。你与别人捉迷藏，正好跑进我藏身的假山洞。跑得倒快，看你还能躲多久？殿下又如何？在这宫里没有人护着，连狗都不如。咦，这里能藏人吗？你不要出声，他们找不到你。你是不是饿了？不用，你拿着。我还有很多，你不要怕，我陪你玩一会儿。我们拉钩，谁也不告诉别人。那时你捂着我的嘴，让我不要出声。后来你不嫌弃我落魄，给我带了许多好吃的，又陪着我玩，我便想着上苍还是眷顾我的，让我遇见了你。我见不得你的东西被人那样糟蹋，也见不得你满心欢喜地奔向它。后来我想过许多次要把它还给你，可每一次都没能开口。花儿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卑劣？会不会讨厌我？你笑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讨厌你？可这是你送给他的东西，我却据为己有。那都是从前的事了。萧秉和，我早就放下李修明了。如今我想着的只有你，还有我们尚未出世的孩子。花儿，谢谢你给我爱你的机会。不是给你机会，是我也想爱你。王爷，王妃说过，您今日也该歇一歇。他醒了吗？刚睡下。他总说自己不近人情，可他把所有的耐心都留给了我。王爷，您此前交给王妃的铺子，本月账目都已核对完毕。掌柜们问是否仍按王妃定下的规矩，给穷苦女子先赊药。按王妃的规矩办。那王爷可别把我的铺子全赔光了。不是让你躺着。听见有人替我做主，当然要出来看看。你交给我的东西，我不会弄丢。那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没什么。王爷不会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？你若想看，等你身子好些，本王拿给你。王爷已将京中3间铺子、2处庄子和城外的田地寄到王妃名下，往后王妃不必看任何人的脸色。这么多！王妃掌家手里自然要有自己的产业。王爷把家底都给我了，就不怕我哪日带着银子跑啦？你不会，这么确定？你若真要跑，本王会跟你一起。夫人，孩子又哭了，您要不要看看？抱下去，别在我耳边哭。孩子体弱，需要人照看，你少动怒。你是在关心孩子，还是在关心魏华？
那时他眼里全是我却毫不珍惜。你若真放不下他，便去王府找他。你闭嘴！我说错了吗？他如今成了摄政王妃，你日日盯着他的旧信，难道不是还念记他？堂姐，听闻摄政王如今将魏华宠得如珠如宝，不仅亲自为他煎药，还为他和腹中孩子逼侯府捐出大半家产。可魏华当年明明追着李修明纠缠不休，后来见李修明另娶，转头便攀上了萧秉和。这样不守妇道的女人，凭什么让摄政王珍重？她不过是借着腹中孩子争宠，仗着王妃身份羞辱侯府。若想让她身败名裂，便在宫宴上当众问一问，她腹中的孩子究竟是不是萧秉和的。夫人，这封信送往何处？送进宫，交给淑妃娘娘。记住，不能留下侯府的痕迹。是。我得不到的，她也别想安稳拥有。好一个魏华，一个李修明不要的下堂妇，也配让他这样珍重？娘娘息怒。本宫当年千方百计想入她的眼，她却冷若冰霜。他便为了这么个声名狼藉的女人，又是亲自煎药，又是逼得侯府捐家产。魏华，既然你敢攀上萧秉和，那本宫就让你知道，这高枝可不是那么好攀的。传本宫的令，办赏花宴，邀京中女眷入宫。娘娘，摄政王妃也在受邀之列吗？自然要请。她若不来，本宫怎么替她把这层体面撕下来？是。王妃，宫中送来请帖。淑妃的赏花宴是。淑妃不是好像样的，你不想去便不去了。她如今正得陛下的宠，又特意写信函请我。若我不去，服了她的面子，她会不高兴。她不高兴便不高兴，宫里头不比外面，本王怕你委屈。没事，别担心。她若真想为难我，也要看她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带足人手，若有不对，立刻让人来寻我。好，不准逞强。王爷这是在吩咐王妃，还是在吩咐一个犯错的下属？都一样。臣妇魏华见过淑妃娘娘。这便是摄政王护在心尖尖上的王妃。本宫还以为能让摄政王那般宠爱的人，该是何等端庄贤良，却不想也不过如此。王妃看着也没什么特别，就是，不过是仗着王爷宠爱罢了。听说王妃以前与侯府小横夜青梅竹马，情分深厚。多年竹马另娶他人，已转头便嫁给了摄政王。王妃这份拿得起放得下，倒叫本宫佩服。什么拿得起放得下？这明明是不自爱。我也只是实话实说。怎么，王妃生气了？姐妹们只是实话实说吧。男子以3妻4妾为荣，女子却只能一生忠贞一人。世道待女子本就苛刻。我本以为淑妃娘娘贤良淑德，能理解臣妇的艰辛，却不想娘娘与那些庸人也没什么区别。你不必给本宫戴高麦。京中谁不知道你当年追着李修明跑了多久？如今不过1年光景，你便怀了摄政王的孩子。本宫真是好奇，这孩子来得这么快，当真干净吗？一会儿侯府，一会儿摄政王府，谁知道中间还有没有去过旁的什么府？摄政王何等人物，竟也被他哄得团团转。娘娘今日请我入宫，就是为了当众议论摄政王的子嗣，还是说娘娘觉得摄政王糊涂无能，被一个弱女子玩弄于股掌，需要诸位替她出气？好一张伶牙俐齿的嘴！臣妇只是实话实说。娘娘说我与李修明旧情未断，可当年大婚之日，是她亲口要我脱下嫁衣让给宋晴儿。我如今是摄政王明媒正娶的王妃，娘娘说我腹中的孩子来路不明，那便是在质疑摄政王府的血脉。你是在威胁本宫？臣妇不敢。不敢！本宫看你敢得很。
你句句不离摄政王，句句不离腹中孩子，不就是想告诉本宫，萧秉和如今有多宠你吗？仗着他宠你，便敢在本宫面前如此放肆。原来他今日并非只信了宋晴儿的挑拨，他恨我，是因为萧秉和。本宫原想与你好好说话，可你如此不知进退，顶撞宫妃，若不罚你，武后宫中规矩岂不成了笑话？去教教王妃什么叫宫规。是，娘娘。出去。娘娘识大体，正该如此。宫里若人人都这般没规矩，那还了得？到底是宫外来的，仗着王爷宠爱，便忘了自己该守的本分。拜高踩低，向来是他们最擅长的把戏。慢着，怎么？你还敢抗命？臣妇已入宗室御蝶，是摄政王正妃。宫规之中，并没有让上了御蝶的宗姬在宫宴上被妃嫔私下逼跪训诫的规矩。娘娘若觉得臣妇有错，大可请皇后娘娘裁断，也可请宗正寺过问，而不是在此处凭几句话便要动私刑。好得很。本宫今日还偏要教你这个规矩，按住他，让他跪下。谁敢？见过摄政王。摄政王，这是后宫宴席，你怎能擅闯？可有伤着？没有。你们有什么资格教训本王的王妃？本宫只是按照宫规。宫规？本王的王妃已入宗室御蝶，若有罪，自有皇后和宗正寺裁断。一个妃嫔也敢在本王面前私设行堂？走。我真的没事。他说你腹中孩子来路不明，一句污蔑而已，不值得你动怒。他辱你，也辱我们的孩子，有我在，你不需要忍。不是忍，是等他自己付代价。我自己走。我想抱你。快请太医。是。王爷，老臣到了。说，王妃只是受惊过度，未伤根本，但为了腹中胎儿，往后需更加小心静养，万不可再受刺激。我会小心的，王爷别吓太医。你还替他说话？你去哪儿？入宫。找淑妃算账。淑妃是皇妃，你若因为我贸然动她，旁人只会说你藐视皇权，僭越后宫。可是我不能看着你白白受辱。我知道，可我不想你为了我被人抓住把柄。他该付代价，但不能让你因此落人口实。你受了这样的委屈，还要替我想这些？因为你是我的夫君，我也会护着你。好。他终究还是去了。王爷，淑妃私通外臣的证据都在里面，连夜送到太后案前。是。传淑妃，立刻！太后娘娘，不知臣妾犯了何错？后宫妃嫔私通外臣，传出去，你让皇室的脸面往哪里放？太后娘娘，臣妾是被逼的。闭嘴！王妃，宫里传出消息，淑妃染了疾病，需闭宫静养，任何人不得探望。那些在宫宴上替她帮腔的女眷呢？也都被家中长辈叫了回去。有人被禁足，有人被罚跪祠堂，还有人被父兄严令，从今往后不得再与淑妃宫中有半分往来。昨日还高高在上的淑妃，一夜之间便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麻烦。
淑妃已逼宫，宫宴帮腔的女眷接受家中约束。王爷是否继续追查密信来源？不用查了，王爷已经知道是谁，他自己会把证据送到本王眼前。夫人，不好了！宫里传出消息，淑妃娘娘染了疾病，太后下旨封了宫，任何人不得看望。疾病？怎么会是疾病？前几日赏花宴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听说是因为赏花宴上冲撞了摄政王妃，那些当日帮腔的女眷全被家里罚了。如今京城里谁也不敢提淑妃娘娘。这淑妃娘娘可是夫人的靠山，如今靠山倒了，那封信要是被查出来，如今淑妃连自身难保，万一她为了脱罪把我供出来，闭嘴！主子，宫里赏花宴的事传开了，听说王妃被淑妃百般刁难，甚至动了胎气，当场就晕了过去。你说什么？她动了胎气？主子，您伤还没好，快躺下。备车，我要去王府。主子，可您的身子……本侯让你备车！你去做什么？让开！魏华已经嫁给萧秉和了，她已经是摄政王妃，她受辱动了胎气，自有摄政王心疼，你去算什么？让开！李秀清，你别忘了，我才是你的妻子。这是什么？你说魏华如何勾引萧秉和，如何借腹中孩子争宠，如何仗着王妃身份羞辱侯府？你还写，若想让他身败名裂，便该在宫宴上当众问一问，这孩子究竟是不是萧秉和的？魏华在宫宴受辱，看来都是你挑拨的。我只是写了一封信，我没有让他伤害魏华。你还想如何伤害他？秀明，我是为了你，伤害你被打，害侯府失了大半家产，难道我不该恨他吗？姐姐善妒，若她进门，侯府以后哪里还有安生日子？姐姐不识大体，迟早会毁了侯府。从大婚那日开始，你便一直在我耳边说他善妒，说他不识大体，说他迟早会毁了侯府，而我竟一次又一次信了。来人，取纸笔。你要做什么？休妻。不行，我才生了孩子，你不能休我。挑拨宫妃，污蔑王妃，险些害人性命。侯府留不得你这样蛇蝎心肠的女人。你怎能如此绝情？主子，夜深了，可要换一盏安神香？不必，退下。从前魏华会带着自己做的梨汤，在侯府门前等我。秀明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我在这儿等了2个时辰，亲手做的梨膏汤都要凉了。魏华，你天天站在这里，不嫌丢人吗？本侯累了，滚开！那时的他天真单纯，一个纸鸢都能玩得欢喜。秀明，你快看啊，纸鸢飞起来了，就像我心里的欢喜一样。不过是个纸糊的玩意儿，也值得你疯跑半天。因为是你陪我放的啊，秀明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无论做什么我都高兴。那时你眼里全是我，却毫不珍惜，只当那是理所应当。如今再想起来，竟像拿着尖刀，一寸一寸剜我的心，疼得我喘不上气。王妃，李秀明送来的信。我已经休了宋晴儿，也知道自己从前错的老谱。我只想见你最后一面，见完之后，我便再也不会打扰你了。你要去？有些话总要当面说清。我陪你。他既说最后一面，我便亲自去断了他的念想。王府侍卫会守在你看得见的地方。好。若他有半点不敬，立刻出来。我知道。王妃，李公子已经在雅间等候。带路。华儿，你有话便说。
如今连同我多待一会儿都不愿了吗？李修明，我今日来是因为你说这是最后一面。我休了宋晴儿，千错万错都是她的错，她害你受辱，差点伤了你的孩子，我已经替你出气了。我为你做到这种地步，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李修明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？什么？宋晴儿固然可恨，可伤我最深的人从来不是她，是你。不是，我是被她蛊惑了。华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从前被她蒙蔽，才会那样对你。如今我已经看清了，我心里真正放不下的人一直是你。可我已经放下你了。话既说完，我该走了。桂华，放手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侯府不要，爵位不要，我只要你回头。你凭什么以为你舍弃那些莫须有的东西，我就会原谅你？说的真好听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怎么知道我刚被你休了，你就迫不及待来求他回头？魏华，都是你！若不是你，他不会休我；若不是你，我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宋晴儿，把刀放下！你都有了摄政王，为什么还要勾着他不放？我没有勾着他，是他自己不肯放手。看，伤着没有？没事，只是擦了一下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刀来时，你把他推到身前，李修明，这就是你的悔改。萧秉和，我真的没事。回府让太医看过再说。小怪，小怪啊！李修明与宋晴儿欲图谋害摄政王妃，客栈掌柜小二随行侍卫皆是人证，当街行刺王妃，他们好大的胆子！李病明纵腹行凶，陷王妃于险境，削去侯爵之位，即日流放岭南，终身不得回京。宋晴儿行刺王妃，罪无可赦，念其疯癫失智，免死，囚于乡下庄子，永不得出。奴才遵旨。李修明纵腹行凶，陷王妃于险境，削去侯爵之位，即日流放岭南，终身不得回京。宋晴儿行刺王妃，罪无可恕，念其疯癫失智，免死，囚于乡下庄子，永不得出。不，我不要去庄子。修明，我是你的妻子。别喊了，你救救我！你不是说你不会不管我吗？老夫人，宋夫人的孩子。说吧。当年宋夫人嫁入侯府没多久，头一个孩子便没了，她悲伤欲绝，百般哀求，小侯爷才松口答应再给她一个孩子傍身。可这个孩子早产后一直体弱，如今又被折腾的落下天生弱症，送去乡下庄子，只怕母子二人往后要吃不少苦。带他们走吧。修明，这是他们的命，也是我的报应。魏华，我不去，我不要去乡下。夫人，孩子经不起颠簸，您先上车。修明，你跟他们说我不能走。照顾好他。小侯爷放心，你不是说什么都不要了吗？是说只要魏华回头，现在他不肯回头，你就要把我和孩子丢下。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那是因为他。别再把所有错都推给他，是我们自己造的孽，是我自己的错，我自己去承担。修明，岭南路远，活下去。别送了。走快些，前面就是驿站，到了再歇。还能走吗？能。喝点水。不用了。他怕是撑不过今晚，一路水土不服，又带着伤，能撑到这里已经不容易。他说什么？风太大，没听清。
没气了。禀老夫人，小侯爷行至岭南半途，病重身亡，死于驿站。老夫人，如今侯府连收尸都成了难事，你去摄政王府，求求王妃，只有她能帮咱们这一把了。王妃，老夫人说小侯爷生前千错万错，如今人已经没了，只求您看在您与小侯爷的旧日情分上，替他收一回尸。从前我确实以为自己会与李修明有一辈子的情分，可后来才知道，情分若被人一次次糟践，也会磨得一干二净。王妃，他活着时亏欠您的何止一星半点，这样的人死在流放路上也算不得冤。告诉老夫人，我知道了。王妃，您替我派人走一趟吧。好。多谢王妃，多谢王爷。修明，你怎么就这样走了？这里虽偏，却也清静。小侯爷，您安息吧。王妃，棺椁已按规矩送入李家祖坟，碑上没有爵位和官衔，只有李修明3个字。王妃，您为何还要管他？人死债消，可他从前那样对您，所以我没有原谅他，我只是替过去收了尾。死人已经不会再欠债，活着的人却还要往前走，活着的日子还长。王爷今日怎么这样安静？在想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当初你来敲王府的门，是因为真的想嫁给我，还是因为气李修明？笑什么？都这个时候了，王爷还在吃醋？我不能吃。能，堂堂摄政王，连死人都要醋上一醋，说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。萧秉和，快放我下来，小心孩子。华儿，以后别再为不值得的人难过。我承认，起初或许是气他，可后来不是了。后来，我是真的想留在你身边。那再后来呢？再后来啊，再后来有你，有孩子，还有很长很长的日子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那些信都是你写的。你知道？你的字迹最好认了，你不敢署名，却把每一句爱慕都写得太明显。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说？因为那时我还没有看清自己的心。幸好你后来看清了。幸好你一直等着。王爷，你问我当初是不是因为生气才嫁给你？其实这个答案没有那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敲开门以后，你没有问我从哪里来，也没有问我是不是后悔，你只是把我抱进了王府。从那天开始，过去就不再是我的家了，这里才是我现在的家。那便一直住下去。王爷若敢赶我走，我就把你的铺子全都带走。本王的铺子本来就是你的，永远也不会收走。